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泰国了，这1公里花了我们25，肝儿疼。今天我们要从柬埔寨暹粒前往泰国曼谷，解锁我们本次东南亚旅行的第3个国家。在柬埔寨的20多天，我们被这个国家辉煌灿烂的吴哥文明深深震撼，为各种新奇有趣的体验乐而忘返，也为这个国家曾经深受苦难而深感痛心，更被那些经历过苦难却依然乐观善良的人们感动不已。终究到了分别的时刻，我们会将这些美好的回忆装进行囊，继续前行。那么这次过海关，我们是否顺利？有没有再次被要小费呢？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正在背包环游东南亚。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在柬埔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在柬埔寨已经待了20多天了，快1个月了。我们现在呢，在酒店的门口等着大巴来接我们哈。我们今天要离开柬埔寨，前往我们这次东南亚旅行的下一个国家泰国。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我们的大巴是8点整准时从暹粒出发，大概4个小时到波贝口岸。从口岸那儿过完海关之后呢，进入泰国州还有另外的4个小时。今天的全程不包括过关，一共是8个小时的车，一直在大巴上坐着，还是挺辛苦的一天哈。我们在暹粒的这一家酒店住了有半个月了，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好，然后吃的也挺好的，房间的环境也不错。走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点不舍得哈。对，这几张纸呢是酒店前台的老板刚刚帮我们打印出来的，今天过海关可能会用到的，从泰国的返程的一个机票单，以及酒店的预订单。虽然现在呢，中国和泰国之间是已经永久的互免签证了，但是呢，进海关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查这些资料，所以提前准备好。查这个的概率就很低，10%+2%几的。但是，要是没有到那个地方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们提前准备着。走吧，咱们在大厅等会儿车吧。已经7点40了，他说7点半来，我催催他。接我们的人来了，不是大巴，是一个突突，把我们带到那个上车点吧，应该是。走吧，大包小包。我们俩以及我们的行李已经坐上了出租车，司机拉着我们去乘车点，因为我们今天要坐的那个中巴可能不方便进来，我们门口那个路有点窄，而且是土路没修，所以这个大巴车公司派了一个这样的接驳车，对，带我们去坐车，坐过最简易的接驳车。突突接驳车。早上的暹粒还是很凉快的，现在7点40多，温度只有20、23度，很凉爽。好多送孩子上学的呀，这个时间点。我们到了，这个就是我们上车点了，跟其他乘客一起等着大巴来。那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去曼谷要坐的小巴士了。这会儿乘客没有来齐，大家在门口都在等着。我们坐的是这家公司的车，叫 Smile Shuttle， 大概能坐20来个人吧。一个小巴士。Morning。哦，Morning。好多游客都是坐着出租车过来的呀。老板娘，老板娘好忙的样子。我觉得老板娘特别的干练，没发现？对，柬埔寨的女孩都特别的能干。检票了，我们订的这个大巴呢，一个人是16美元的车票，直接从暹粒到曼谷，但是中间到口岸那儿需要换车。我们先坐这个到口岸，然后过海关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行李全部背起来，自己去过海关，这个车就返回了。它不进泰国境内，然后我们出了海关之后去换另外一个车到曼谷。我们订大巴票的这家公司有很多路线啊，有柬埔寨国内的，还有去邻国的，比如泰国，这是去老挝的4000美岛啊什么的，还有去越南的。我们这个小巴车票便宜，但说实话这个环境有点恶劣。我狒狒旁边就是堆了一堆行李，然后狒狒的前面也是行李。整个都这么拥堵，是我们坐的最挤的一个巴士了哈。对，你看看后面，我本来觉得后面还挺好的，但是他们中间那块又加了1排座位，对，所以后面每一排是有4个人的，然后坐啥地方人都不会太舒服，对，挺痛苦的，挺痛苦的哈。便宜就是有便宜的坏处，它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但是
所有的缺点，就是除了便宜外的一切特征。今天我们这个车上有20多名乘客，但是竟然我们很巧的碰到了中国人。我们之前在这儿走这种陆路过口岸，很少碰到中国人，一般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人都是直接飞过去的，陆路的很少。但今天我们竟然碰到了4位，他们是来自辽宁沈阳的，而且还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的，我觉得挺厉害的啊。他们也是背着包拉着行李，就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这样陆路去玩了，挺棒的。我们的这个简陋的小巴中巴又到一个服务区了，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的司机说停20分钟，狒狒开始购物了。不购物了，我们俩没有钱了。我们昨天晚上呢，在暹粒也把我们所有的瑞尔已经换成美金了，因为离开柬埔寨之后呢，他们本地这个货币瑞尔就没有啥用了，成废纸了。看看里面都卖啥吧。这是啥吃的呀？都是。看各种干儿，又是干儿，芒果干儿，菠萝干儿，菠萝干儿，杏干儿，木瓜干儿，然后榴莲糖，各种糖，对。好，那边有那个彩色的馒头，还有锅巴什么的。这就是狒狒说的彩色馒头，一只的，然后蒸一下变成这种。接下来好像司机说就没有停留点了，对，我们会一路到那个波贝口岸边境。从柬埔寨的暹粒到泰国的曼谷是400公里，从暹粒到边境那个位置是150公里。过了边境之后呢，泰国境内还有250公里。虽然说柬埔寨境内的公路里程短一点，但是耗时是一样的，两边都是各4个小时。由此可见，柬埔寨的这个路况不是太好。我们今天是沿着一条像是国道的一个路吧。对，就是国道。路面其实还挺好的，就是车比较多，所以速度起不来，一直都是50、60左右，这样子在开着。而且我怀疑我们这个车有点超载了，车真的是开不动。这种大巴哈，中间还加了一排那个小凳子，是的，你看坐了多少人？行李没地儿堆，都堆那个堆在我们脚下了，我们俩脚都伸不开。过了好多的地方，现在终于到一个比较繁华的区域了。柬埔寨的波贝口岸，波贝口岸这里还是挺繁华的。我看到有一家换外汇的，就这个问。我们是昨天晚上在暹粒已经把所有的柬埔寨瑞尔都换成美元了。如果没有换的话，这家就可以啊，就这家。哇，这么大一个露天市场啊！当地人的市场。这又有一家问，跟那家就隔了100米左右，很多可以换外汇的地方。我还看到了打印店，如果没有在暹粒提前打印什么机票、酒店订单的，可以在这儿打印。但是我不确定泰国口岸要不要，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先去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啊，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这里就是柬埔寨，这里就是泰国，我们现在在这个蓝色点这儿，马上就过边境了。看波贝，我们在这儿，前面写着海关办公室。没想到在口岸能看到双条车了。对，我们去芭提雅一定要坐。在缅甸和老挝也好多这种双条车。咱们国内90年代也有这个蹦蹦车，放2排那个木板让乘客坐的。哇，我看到口岸了，这前面那个高棉建筑，对，带尖尖屋顶的。这是我们一会儿要过关的地方。对，一切顺利。那车停在门口了，我们要走进去了，感觉是。然后有人给我们发牌了。因为我们这个车上有去芭提雅的，有去曼谷的，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发了不一样的牌儿。我们自己过关，拿行李过关，过完之后呢，拿不同的牌儿上不同的车，因为车是不一样的，发往不同的城市。对。哇塞，我感觉今天过关人好多呀！你看那私家车、大巴车排那么多。是的。就感觉不知道几个小时能过去。是我们要先把行李提过去，这是给我们发牌的哥们儿。This is mine. Yellow one. 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行李拿过去。我们拿着行李准备先去过关了。这个车是帮大家拉行李的吗？应该不是，
我还以为是那种付费拉行李的。咱们一起过关吗？叔叔，咱们一块儿过去啊。啊，好，走吧。走吧，我们车上有7个中国人，我们可以一块儿过。行，跟你们一起走。挺好。OK。拜拜。你好。前面就是海关，我们现在过去做一下清关。哇，这边人好多。对，这边拍了照，我们现在准备进去清关了。那上面写着那个清关点，然后这边应该是游客清关，对，然后下面应该是当地人过关的。对。我们现在已经从柬埔寨的波贝口岸出来了，已经完成了柬埔寨的出境手续。在这里呢，我要怒夸一下柬埔寨的这个口岸的海关人员哈，办事效率非常的高，而且呢，里面没有任何的询问，只是看了一下我们护照上面的入境时间，然后再把我们10个指头的指纹录进去之后，就盖章丝滑放我们出境了，并且呢，在海关人员的办公桌上还贴了个很醒目的标识，这里不收取任何费用。没有小费，没有任何的询问，没有为难，很开心。然后刚刚我们俩在这儿拍视频的时候，给我办这个签证的这位海关人员还出来跟我聊天了。他说：“哎，你们是不是那个 vlogger？” 然后他关注了我，挺有意思的。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哈，我身后的这里就是柬埔寨的波贝口岸。咱把镜头转一转啊，前面的另外那栋泰式的建筑，那里就是泰国的那个叫亚兰口岸了。那我们现在就离开柬埔寨，去前面的泰国口岸去办入境手续。离开柬埔寨啊，还有点不舍，因为我们在柬埔寨玩的还是挺开心的，然后当地的人也特别的好。对，柬埔寨的人真的特别好，真的是高棉的微笑哈，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包括这里的海关人员。对，哎，太开心了。我们好像不走这边，这边是出来的，那边好像是进的。对对对，错了，这边是从泰国进柬埔寨的，我们从柬埔寨进泰国走这边，走左侧。我们现在准备去泰国那边了，然后这边好多学生啊，下课了，怎么过了个海关过来了？看这个小同学拉了个包，上学的，好可爱啊！看这边好多小学生哈，对，下课了就从口岸过来了，感觉在两国的边境在上学呢，这样挺有意思的。泰国和柬埔寨两个国家中间也是以河为界，但这个河很窄，挺小的，像个小水沟。我们现在就在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桥上。刚才呢，我又返回和给我盖离境章的那位海关的帅哥合了个影，跟他聊了会儿天，我才知道，天哪，他竟然是一位 YouTuber， 他有100多万粉丝，而且他的那个视频的播放量很多都过亿了。他是一位歌手、艺术家，对，好厉害。但他在海关这儿还有工作，看来啊，在柬埔寨也是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停在两个国家中间的大巴，这又是那种直达大巴，是中间不需要折腾换行李的，对，就是票价是我们这个的2倍，大概30还是32刀，我们只有16刀。前面就是海关边境了，把那个相机收起来吧，前面可能不让拍了。我们已经从泰国海关出来了，办好了入境泰国的手续了。同样给泰国的海关点个赞哈，全程呢没有任何的盘问，也没有问我们要小费，只是按照程序录指纹、拍照，然后再往我们的这个护照上面盖章、入境章，然后就过来了。我们准备的这个酒店单、机票单什么都没有看，也没有问。我觉得还是无比丝滑的。是你丝滑，你知道吗？我那旁边那个大哥哈，那个查挺严的，好像是个领导，他前面拦了2个人，然后到我的时候，他又问我你来泰国干嘛？然后说你待几天？我说了说，然后他又问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你女朋友？我说我老婆。他怎么这么八卦？对啊，我们俩不在一个窗口，涛哥是在1号窗口，我在3号窗口，就这还都看到我们俩站一块儿了。对，他问完之后才让我走的，可能有的还会抽检。对，这个就是我们早上跟大家说过的哈，这个机票单、酒店单，他们可以不查，但是我们不能不准备。对，以及呢，有的人还说入境的时候需要查你有相当于2000人民币或者是其他币种的等值的这个货币。对，我们这些都没有查，但是搞不好哪个检察官会查你，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入境前还是准备好哈。是的。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泰国了，我们已经成功的从Soste 切换成萨瓦迪卡了。我们去找一找我们那个大巴从哪儿坐。是，这是我们的那个卡，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卡来识别出我们的大巴。对，我们去找找吧。一过境这边好多换钱的，可以换泰铢了。
对了，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就是泰国这个亚兰口岸里面的他们的墙上到处贴了中文标识，然后他们的入境卡也是好多语言有中文的，所以很好填。还有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是说中文的。我在那儿办完手续之后呢，他跟我说请在外面等，说是中文了。对，所以全程没有任何障碍。泰国呀，到这边之后感觉这边建设好像比柬埔寨那边能好点哈，好一些哈。好呀，泰国是我们这次东南亚这5个国家里面人均 GDP 最高的。对，这个国家人均 GDP 达到了7000美元。是。而我们前面去的越南是4000多。对。柬埔寨是1600。接下来要去的缅甸和老挝也是1000来块钱。是的。这个国家是最好的，泰国。这边有好多大叔在这边睡觉床，睡觉床是东南亚的一个统一的一个习俗啊。把一个电话卡。DTAC, how much this one? This one 150 baht for 1 week. 1 week. Yes, 1 week. 150 baht. 叔，你们要待多久？他说有这种1个星期的卡。我们要待上26天。If you need 1 month. 1 month. That's 1 month. 1 month how much? 350. 350. 350铢。350铢就是1个月是70，然后1个礼拜的是150铢，就是30。别的那个 SIM 卡都老贵了，然后我们找了一个711这边有便宜的。大家在这儿办 SIM 卡千万不要办那种，就是车站出来那种的，然后4人的太贵了。对，我们从车站出来了好多那种小摊儿叫我们过去，价格是711的1.5倍。我们要这边的卡还挺便宜的，有一个是，对，它是有那个7天的卡和1个月的卡，7天的卡是10块钱人民币，里面有7G 的流量，对，然后月卡呢是30天，里面有30G 的流量，价格是200铢，就是40块人民币，还挺便宜的，还挺便宜的。哇，比出门那点要我们500铢、400铢。那以后一定要到这种连锁的地方办啊，这边还是挺良心的。现在换完卡了，一行人换完卡上个厕所就回去坐车。给大家看一下啊，泰国的这个 7-Eleven 还可以用微信付，厕所还要投币，你先进，然后那个钱给我。沈阳的阿姨给我们了零钱，让我们上厕所用。对，还要投币。换完了钱，上完了厕所。终于可以安心一点了。每次呢，我们刚到一个新国家的时候，特别没有安全感，手机没信号，兜里没有当地货币，没钱没信号的时候，人是心里最难受的。现在呢，最起码有信号了。一会儿我们准备和沈阳的叔叔换上个50块钱，相当于50块钱的泰铢，是够我们在曼谷打车到酒店就行了。对。我现在回去坐车去。这是我们的车。不搭一个车，这里是个小巴，10座的，11座的，算上司机11座，我们就坐这个车到曼谷，继续开4小时。我们是早上8点从暹粒走的，12点到的口岸，现在是下午的2点。这2个小时呢，我们就是出境，然后入境，然后办卡、上厕所、找车，就中间比较混乱2小时。现在终于安定下来了。如果2点整准时出发的话，我们应该是下午的6点会到达曼谷。对，但是到酒店也不一定了，因为曼谷堵车，听说很严重。我们的车已经发动了，还要开大概3个半小时吧。我们的车现在停在了一个加油站，看一下泰国的油价，这个单价有点便宜啊，它这一升才21.32铢，那才4块多人民币啊。我们这车是加了24.8升，一共花了500多铢。挺便宜的，它这油。泰国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他们的道路是靠左行驶的，然后车的方向盘是在右边的。沈阳的叔叔，2块钱一碗。我们到711买可乐，他到711买了点菜。叔叔说晚上要给煮面，给面里面下青菜的。所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跟年龄大的人生活方式真的不一样哈。像我们俩都是南省市，叔叔这个到哪儿都要坐一下。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整了。刚刚那个大巴司机把我们顺路放在了一个离我们酒店近的位置，这儿离我们酒店还有1.6公里。
我们准备打一个 Grab 过去吧。我发现这边打车还挺贵的，从这儿到我们酒店大概是1.7公里，需要130铢。130铢多少钱？20多块钱，还挺贵的，有点贵啊！只有1.7公里。刚到曼谷，我俩开始暴走模式了。哎呀，贝贝背着自己的大包，行走在曼谷的街头。我们现在停那个方向跟我们要去酒店方向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要去对面，在那边打车。这边打车好贵啊！对，打车老贵了。我发现哈，我如果不过马路的话，在这儿打车要掉个头。对，这样的话比我过去要贵大概50铢。对，10块人民币。我们过个马路就能省10块。哇，这边的车真多呀！哇塞，抬头看了看曼谷，好繁华呀！看这个车，哇！曼谷的这个 Grab 啊，可以用支付宝。因为我们现金不多，所以我把我支付宝先绑上。这个司机在这儿，他要掉很多头过来接我们。对，11分钟。然后从这个位置到我们酒店只有1.28公里了，因为不需要掉头了。1.28公里，刚刚已经扣过我的钱了哈，看扣了多少钱？25块钱。对，1.28公里，好贵呀！哇，我们昂贵的出租车来了，我们来放下行李。比亚迪啊！对，厉害了。从那边上。我都忘了，我都不习惯了。对，在这边从左边上。就是老不习惯了。萨瓦迪卡。Yes, it's a Chinese company. Yes, a good one. It's good. Yes, very good. Is BYD popular in In Thailand, yes. In Thailand. 这车咱新买的呀。Your car is very new. Yes, it's 3 months. 2 months. 2 months. Three. 哦，3 months. 才3个月。 How much for this car? It's only 700,000 baht. 大概就是14万人民币。啊，那跟国内好像价格差不多。Grab is cheaper than taxi, right? Actually, if taxi use meter, Yeah. Grab is more expensive. Yeah. Yeah. But taxi now they don't want to use meter. Yeah. Usually they just like asking 他说 you. 用计价器就便宜对，不用计价器就贵。Yeah, yeah. Yes, that's true. Yeah, so Grab is more safe. 这个美女司机的意思就是，那个出租车其实打表算下来便宜，对，但是呢不一定他们会给游客打表，因为像这种高峰期，所以做这个 Grab 会更有保障一点。它毕竟是软件上面明码计价的，不会被坑，就这意思。我们好像快到了，这1公里花了我们25，肝儿疼，就这家。然后我们下面就是高速收费口，好吧？我们住在了一个高速口上，因为曼谷酒店太贵了。对，最近我们国家好多人来。旺季啊。Arrive already.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in Thailand.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是我们的酒店了，接待，费办一下入住。这个酒店里有好多中文啊，看，早餐时间是早上7点到10点，这边是吃早餐的地方。然后它外面挂了报纸，竟然是 China Daily。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曼谷住的酒店哈，这家酒店呢我订了10天，这个房间有个25平左右，然后这个床比较窄啊，这床大概就是个1米到1.1米，非常的小，比我们在暹粒住的可差多了。但是呢，价格很贵。我们订的这个地方呢在郊区。因为现在市中心大皇宫那儿，对，那边的酒店现在都500-600了，就那种很经济型的连锁酒店都500-600了，所以我们住在了郊区。这个酒店价格还挺便宜的，一晚上是200多块钱，然后带了个早餐。但是一是比较偏，第二个呢，旁边有一个高速路，我们刚才来了，感觉稍微有点吵。其实干净我觉得还可以，但它的缺点就很明显，而且它这个天花板特别矮，给大家看一下，矮到什么程度？大概也就2米多一点点。听到这声音没？太吵了，太吵了。那今天晚上就凑合一下吧，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入住比较晚了，没有几间房了。明天要是有别的客人退房，我们可以换一下。